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你有冇聽過啊？養貓好平啫，貓砂、貓糧、爬架、玩具，上網撳幾個掣就搞掂啦。就算驚睇醫生好貴，喺今時今日總有辦法解決喎。甚至有人會話養貓可以改善屋企風水，幫手招財添。今集我哋想同大家傾下，唔係要俾咩精明理財嘅建議，而係希望用理性同客觀嘅角度研究，如果要養一隻快樂嘅貓，究竟實際需要花幾多錢呢？我哋會根據香港目前嘅物價，以安全、實用、耐用兼低風險嘅產品同服務做標準，話俾你知啲錢到底要使喺邊啊，同埋有啲乜嘢要留意。至於具體銀碼，我哋會提供市價嘅中位數同概括範圍俾大家參考。當然，現實情況好多時係豐儉由人，用心對待一隻貓，意義遠遠超過單純嘅物質提供。不過喺你仲未正式做決定，亦都未知道最終會係考驗你嘅愛心、運氣定係財力之前，不妨當幫自己先做個心理預演，記住睇到最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居住環境設置。喺規劃養貓預算之前，其實首先要明白貓係三維空間嘅動物，對佢哋嚟講，空間有幾高，往往緊要過你間屋地方有幾大啊！要令一隻貓生活得快樂，唔係話喺地下俾個位佢瞓咁簡單，而係要俾一個高過人頭嘅觀察位佢。喺高處，貓先可以睇清楚自己個量碗、沙盤同逃生路線啊，感覺更安全，更有掌控感。呢種自由選擇空間嘅權利，特別幫助到細膽嘅貓建立自信，同時喺多貓家庭亦都可以減少摩擦啊。以香港一般家庭常用嘅網購平台做參考，初期嘅環境投資包括貓樹、沙盤、外出嘅貓籠等等，大概3000至5000範圍內已經可以買到中上質素嘅貨色啦。買個好啲嘅唔係為咗要靚，而係想得隻貓住得舒服啲，減低佢長期被困喺屋企嘅壓力。講到耐用度，高品質嘅實木貓樹，只要結構穩固，用5至7年以上都冇問題。相反，200-300蚊嗰啲絨布組裝款，好多時用1到2年就開始出現搖晃，長遠計落未必划算啊。至於貓爪板呢類消耗品，唔單止係俾隻貓磨爪，仲係幫佢哋舒壓同留低氣味嘅工具。一般建議用3到6個月，總之見到磨平晒就要換啦，咁樣先至可以有效保護到你張梳化同啲家私啊。特別喺香港咁細嘅居住環境，善用牆身安裝跳台或者爬架，其實係幫佢哋擴充活動空間最有效嘅方法啊。飲食與補水。搞掂咗住，下一步就係最影響貓壽命嘅長期投資啦。飲食首先要講係補水，貓天生對口渴唔係太敏感嘅，長期淨係食乾糧，好易慢性脫水啊。呢個亦都係好多老貓到咗晚年，唔係有尿結石就係腎衰竭，甚至成為死亡嘅主因啊。要吸引到佢哋飲水，水碗嘅擺位要好講究，一定要遠離糧碗啊，最好全屋周圍都擺。材質方面，用陶瓷或者玻璃會好過用膠嘅，因為塑膠用耐咗會有刮痕，好容易滋生細菌㗎。好多貓之所以出現黑下巴，通常就係同水碗唔夠乾淨有關。另外要留意香港潮濕嘅天氣，特別喺春天同夏天，乾糧一旦受咗潮就好容易生塵蟎啦，甚至產生致命嘅黃麴毒素，呢種係1級致癌物嚟㗎。建議千祈唔好為咗慳錢而買超大嘅包裝，最好用返真空密封箱，或者買部有抽真空功能嘅自動餵食機啦。
市價大約幾百蚊到1000蚊度。如果你選擇每日餵食優質嘅濕糧或者生肉，每月預算大概要800到1500蚊左右。呢筆錢其實係幫你隻貓預防8歲後常見嘅慢性病。如果只係餵中價嘅乾糧，每個月300-400蚊都可以，但而家慳落嚟嘅錢，將來唔排除要用返喺獸醫度啊，到時就得不償失啦。醫療與保險，或者你未必知道，喺香港睇獸醫係冇統一嘅定價嘅。私人診所、24小時急症同專科醫院收費可以差好遠啊！大隻貓睇次感冒或者嘔吐，診金連藥費1000幾百蚊係基本啊！呢啲其實仲係只係小數目。要知道貓天生好忍得痛啊，好多時病徵唔係咁明顯。到咗老貓階段，如果發現佢有啲唔妥，要做一次包埋驗血同超聲波嘅全身檢查，預算起碼要700-8千蚊。如果涉及埋麻醉洗牙、剝牙或者處理牙周病，加埋保守估計都要過萬啦。最令主人心痛嘅係大手術，好似開刀攞異物出嚟，或者長期住院要監護，埋單隨時又要5-6萬。如果不幸遇到需要長期治療嘅慢性病，好似腎病、糖尿病或者關節炎，累積落嚟嘅醫療費用，隨時講緊嘅係10幾20萬啊！面對呢種價位嘅醫療負擔，好多主人會選擇買寵物保險啦。每年保費由幾千蚊起，但點解網上成日有人投訴買咗冇得賠嘅？主要係因為保單入面寫明咗已知病症，即係投保前已經存在嘅健康問題。特別係領養成貓或者病史不明嘅流浪貓，保險公司好可能會將你首次入屋體檢發現嘅某啲症狀直接列入不受保範圍，結果有主人交咗幾年保費，到真係要開刀申請賠償，先至發現原來唔受保啊！所以買保險之前一定要睇清楚條款細節。如果你決定唔買保險，建議每個月固定儲返幾百到1000蚊咯，作為應急基金。萬一將來需要支付大額嘅醫療費用，就唔使咁驚啦。絕育與晶片，絕育唔單止為咗防止繁殖，更重要係預防老貓常見嘅生殖系統疾病同腫瘤，甚至癌症。雖然手術一定有佢嘅風險性，但講到預防重病，呢個依然係目前最有效嘅方法。如果你係由親友轉贈或者係街上救返嚟嘅流浪貓，以下費用就要由自己承擔啦，包括植晶片，市價大約收費幾百蚊度。雖然香港法例冇強制隻貓一定要植晶片，但萬一走失，呢個係唯一嘅身份證明。而絕育連驗血預算大約係2000到4000蚊左右。母貓會因為要做開腹手術，收費通常會比公貓略貴。但如果你係喺愛協或者其他救貓組織度領養，一般俾1000零到2000幾蚊領養費，通常已經包晒絕育、晶片、頭2針疫苗同埋基本杜蟲。換句話講，透過正式渠道領養，初期醫療費可以慳返3-4千蚊度。不過無論你係喺邊度接隻貓返嚟，就算做足檢查，都唔代表完全冇潛伏疾病嘅。入屋初期要多啲留意佢哋嘅食慾同精神狀態，呢種細心觀察先係最實際又唔使錢嘅健康保障。隱性成本與最終預算，除咗睇得出嘅賬單，養貓其實仲有好多隱性開支，例如電費同日常衛生嘅消耗用品，呢啲都係細眉細眼嘅固定支出嚟。好似香港春天同夏天嘅濕度經常高達80% 以上，長期開冷氣同抽濕機嚟維持環境乾爽，雖然電費係貴咗，實際上係幫手慳返皮膚病嘅醫療費用。
又正如只要每日花少少時間幫隻貓刷牙，日後就唔使一次過俾成萬蚊麻醉洗牙費啦。總括嚟講，新一年養貓嘅入伙預算包括領養費、高品質貓樹、沙盤、基本全套生活用品，再加埋餵食濕糧作為主食，保守估計大約要18000到28000左右。往後每月開支估計大約維持喺1500到2000零蚊範圍內，屬於一般生活水平嘅中位參考啊。實際開支會視乎品牌選擇、天氣季節、衛生標準同生活習慣而有所差異。如果要加埋保險費，每月大約就要再預多幾百蚊到1000蚊不等啦。最後要提醒，以上預算唔包括任何大型手術或者慢性病支出。如果你養嘅係8歲以上嘅老貓，醫療同體檢費用隨時要翻倍計啊！睇到呢度，可能無可避免會引發唔同立場嘅討論。透過今集內容，希望喺呢個講求物質嘅社會入面，同大家重新思考養貓嘅本質，即係一份長達10幾20年關於財務同情感嘅承諾。當然，冇人預計到將來啊，有啲貓可以好粗養，成世冇病冇痛，但亦有主人為咗要幫隻貓晚年醫病，要借錢返兼職，甚至耗盡所有積蓄啊！呢類例子亦唔算少見。當你明白呢個係關於責任而唔係單純娛樂嘅決定，咁呢份愛將會成為你一生最珍貴嘅禮物。如果你覺得今集對你有所啟發，記得分享俾你正打算養貓嘅朋友啊！歡迎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